2021年12月12日，河南益林园里农科院的博士在树上挖洞后放入了一个金属骨灰罐，说这样能让骨灰永久保存，是真的吗？这位博士其实是在做一个实验，这个圆柱形金属罐里面装的并不是人类的骨灰，而是动物的骨灰。这个实验叫做创新生态树葬实验。理论上，如果动物的骨粉可以实验成功，就意味着以后人的骨灰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葬到树里。这种安葬方式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安葬的成本，节约土地，而且一般树木的寿命也比坟墓的使用期要长。骨灰放在树里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可以永久保存。而为了防止遭遇火灾等情况导致骨灰被破坏，特意选用了金属罐来装骨灰。不过也有人说，这种创新性树葬需要先给树挖个洞，买个金属罐才行，这费用支出可比直接将骨灰埋在树下要贵多了。而且金属的东西还需要植入树里，这算哪门子的创新生态树葬？虽然我国现在提倡树葬取代火葬，不少地方都出台了生态安葬的补贴，能对逝者家属提供几千元的生态文明安葬费，但国家提倡的树葬是将骨灰撒在树下，或者将骨灰埋土里之后，在上面树碑或者种树的方式。这不仅符合了民间入土为安的传统思想，给家人一个祭奠凭吊的地方，还能绿化环境。而且种一棵树的价格一般也低于买公共墓地的价格，一棵树的占地不到 0.5 平方米，但一个墓地至少也要1平方米的面积，这能有效解决圈山造坟、占地修坟的问题，是一种非常环保的生态殡葬。而且除了树葬，还有花台葬、草坪葬等生态葬法，都能起到节约土地、美化环境的作用。无论从哪方面来看，都比将金属骨灰盒植入树里要生态得多。而且这一次实验的金属罐非常小，根本就装不完人的骨灰。下葬的时候，要么选择只装一部分骨灰进去，要么就只能选一个更大的树以及一个更大的骨灰罐。不过不同大小和品牌的树以及罐子的费用肯定也不一样，有些人担心这样支出的丧葬费恐怕比火葬还要贵，反而达不到生态树葬的目的。武汉大学哲学院的教授苏德超也说，根据目前的遗体火化技术，火化后的骨灰是无法全部装入那么小的金属罐体的。如果如王雪峰所说，可以存放部分骨灰，那这种做法就更让人在思想上难以接受。人死之后骨灰分离，这是绝大部分人不愿看到的，在情感上无法接受。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中，纪念故去的人，要么是完整的骨灰，要么是这人生前的衣物或者生活用品，没怎么听说将骨灰分出一部分出来的。而且即使这种将骨灰罐封在树里的方式能永久保存骨灰，但也大可不必。许多人对此也表示，把骨灰埋在树下就好了，让一切尘归尘，土归土，还能给树当肥料。毕竟生命源于自然，最后也该回归自然。